2025年10月7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了一个消息，3位物理学家克拉克、德沃雷特还有马蒂尼斯拿下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奖。获奖的理由听起来很拗口，发现了电路中宏观尺度的量子穿隧与能量量子化。可是把它翻成白话，其实只有一句：他们亲手证明了一个大到你可以握在手心里的东西，竟然真的能像幽灵一样直接穿过挡在他面前的那道墙。你没有听错，在我们从小到大被教导的世界里，墙就是墙，门就是门。一个东西想到另一边去，要么绕过去，要么撞破它，绝对不可能凭空从墙里穿过去。可是在量子的世界里，这条铁律失效了，粒子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直接出现在墙的另一侧。物理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做穿隧。过去人们以为这种穿墙术只会发生在小到看不见的微观粒子身上，一旦东西大了，由无数粒子组成了，这种诡异就会消失。可是这3位科学家偏偏不信邪，他们用超导电路做了一连串实验，硬是把这道幽灵穿墙的本事放大到了肉眼可见、双手可握的尺度。诺贝尔委员会的主席说，能庆祝这个已经100岁的量子力学到今天还在不断带给人类新的惊喜，真的是太美妙了。几乎就在同一段时间，地球的另外一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乡下，一个叫 Chris 的中年男人正在向全世界诉说一件更加离奇的事。他说，有一位浑身散发着白光的女士从另外一个世界一次又一次地降临到他的面前。他还说，这位发光的女士留给了他一个预言，当天上那颗代表帝王的星辰在狮身人面像的凝视中缓缓升起的时候，整个人类的认知将会被彻底的改写。而早在600多年前，在中国陕西太白山的一面岩壁里，据说也藏着一块石碑，一块出自明朝开国军师刘伯温之手的石碑。传说这块碑文在一次地震中被震了出来，上面用古老的字句写下了一件和 Chris 所说几乎一模一样的事情。他说，在人类最后的那场大劫难里，会有千千万万的神佛脱下他们在天上的华服，下凡到人间，转生成你我身边一个最普通的凡人。一个是站在人类科学最前沿，刚刚摘下桂冠的诺贝尔物理奖，一个是活生生站在镜头前赌上自己名誉的亲历者，一个是尘封了600多年被泥土和岩石封印的古老预言。这3条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线索，最后却像3支不同方向射来的箭，齐齐地定在了同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靶心上。神佛是不是真的都已经悄悄下凡来到人间，应这一场大劫了？今天我们就坐下来泡壶好茶，把这3件事从头到尾一次说透。我们先从那道墙说起。要理解这次诺贝尔奖为什么让那么多人坐不住，我们得先回到100年前，物理学史上最著名也最让人头皮发麻的一个实验——双缝实验。这个实验我们频道以前零零星星聊过几次，今天我们把它彻底讲明白，因为它就是这一整集的钥匙。想象一下，科学家拿来一块板子，在板子中间开了2道平行的细缝，然后在板子后面立起一面白色的屏幕，接着他们用一台仪器朝着这2道缝一颗一颗地发射光子，也就是组成光的最小颗粒。照常理推断，光子要么穿过左边那道缝，要么穿过右边那道缝，最后在屏幕上应该留下2条亮带才对。就像你拿散弹枪打靶，子弹穿过2个洞，墙上就留下2堆弹孔。可是实验的结果把所有人都吓傻了，屏幕上出现的不是2条亮带，而是一道又一道明暗相间的条纹。物理学家管它叫干涉条纹。什么叫干涉条纹？你可以想象一个平静的湖面，你同时丢下2颗石头，2圈水波会荡开，会交叠，波峰碰上波峰，水花就更高，波峰碰上波谷就互相抵消，变得平静。光出现这种条纹，说明光这时候不是一颗一颗的子弹，而是像水波一样同时穿过了2道缝，然后自己跟自己交叠干涉。问题来了，科学家明明是一颗一颗地发射光子的呀，一颗孤零零的光子，它是怎么做到同时穿过2道缝，再回过头来跟自己干涉的？难道一颗光子会分身术，会同时走2条路？更恐怖的还在后面，
科学家不信邪，他们想看个究竟，于是在两道缝的旁边架上了摄影机，打算亲眼盯着看这颗光子到底是从哪道缝钻过去的。结果奇迹发生了，屏幕上那些明暗相间的干涉条纹瞬间消失了，乖乖地变回了两条老老实实的亮带。也就是说，只要有人在旁边看，光子就立刻变回了规规矩矩的粒子，一颗一颗地只走一条路。可是只要人一转身，摄影机一关掉，没人看了，它马上又调皮起来，变回了能同时穿过两道缝的波。你品，你细品，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光子好像知道有没有人在看它，没人看的时候，它以一种模糊的同时存在于所有可能性里的状态飘着。物理学家把这叫做叠加态。可是一旦被观测，这种模糊的可能性就会在一瞬间崩塌，凝固成一个确定的结果。这个过程有个很美的名字，叫做波函数塌缩。换句话说，是观测这个动作本身把那个飘忽不定的可能性逼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事实。在你看月亮之前，月亮搞不好根本不在那里，它只是一团还没被决定的可能性，是你看它的那一眼才让它真正的坐在了天上。关于这种诡异，还有一个更出名的脑筋急转弯，叫做薛丁格的猫。物理学家薛丁格设想了一个很残忍的实验，把一只猫关进一个密封的盒子，盒子里放着一瓶会随机触发的毒药，而这个触发开关由一个量子事件来控制。按照量子力学的逻辑，在你打开盒子去看它之前，那个量子事件处在已触发和没触发的叠加态里，于是那只可怜的猫竟然也跟着处在一种又死又活的叠加状态。它既是死的，同时又是活的。只有当你掀开盒盖看它一眼的那一瞬间，这只猫的命运才会被定下来，要么活，要么死。一只猫的生死居然要等到有人去看它才能决定，这听起来简直荒谬透顶。可这就是把量子力学的逻辑推到极致之后，那个让所有人都浑身不自在的结论。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有点悬，有点像在听宗教故事，而不是在听科学？别急，这可不是我在故弄玄虚，这是一群人类有史以来最聪明的脑袋被这个实验逼到墙角后不得不承认的结论。量子力学的开山祖师普朗克到了晚年说过一段话，大意是他对原子研究了一辈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种东西，所谓的物质不过是一股让原子不停振动并且维系成一体的力量，而在这股力量的背后必定存在着一个有意识有心智的东西，它才是一切物质真正的根基。另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爱丁顿也说，我们过去总以为物质是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可现在不行了，现在看来，物质与其说是个东西，倒不如说它更像是一个念头。还有一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物理与天文教授更是直白地告诉所有人，别再挣扎了，接受这个无法反驳的结论吧。这个宇宙不是物质的，它是心智的，是精神的。量子世界里还有一件更匪夷所思的事，叫做量子纠缠。简单说，两个曾经有过关联的粒子，哪怕后来被分隔到宇宙的两端，相距几亿光年，当你测量其中一个的状态，另外那一个会在同一个瞬间做出完全对应的反应，中间不需要任何时间，也不需要任何我们已知的讯号去传递，这快得连光都追不上，彻底违背了我们所有的常识。连爱因斯坦本人都被这个现象搞得很不痛快，他怎么都没办法接受，于是给他起了一个带着情绪的名字，叫做鬼魅般的超距作用。可是后来一次又一次严格的实验，全都证明了这个鬼魅般的现象是千真万确存在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在我们这个看似各自独立、被距离分隔开的世界底下，万事万物之间可能藏着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极其深刻的连结。这幅图景是不是又和那句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古老东方智慧悄悄地对上了暗号？你看，这些站在科学金字塔顶端的人绕了一大圈，用最精密的仪器、最严谨的公式，最后居然得出了一个和几千年来那些修行人、那些开悟者口中念叨的话一模一样的东西：物质是虚幻的，意识才是真实的，是心创造了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顺着这个思路再往前走一步，
这些年还冒出了一个越来越流行的大胆假说，认为我们所处的整个宇宙搞不好根本就是一场极其逼真的模拟，是一个被某种更高级的智慧运行起来的巨大城市，就像我们玩的电子游戏一样。提出这个想法的可不是什么民间奇人，而是不少严肃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如果这个假说成立，那物质为什么非要等到被观测才肯现身，就突然变得好懂了。因为在游戏里，没有玩家在看的地方，画面本来就不需要被渲染出来，这样才最省运算资源。而如果这真是一场游戏，那么问题就来了，是谁写下了这套规则？是谁按下了开始键？又是谁在我们这一关悄悄地动了手脚？这个藏在幕后的设计者，会不会就是古人口中的那个造物，那个天，那位永恒的观察者？说到永恒的观察者，这里还有一个让物理学家很头疼的问题。如果真的像量子力学暗示的那样，宇宙需要被观测才能存在，那麻烦就大了。我们的宇宙诞生于大约138亿年前，地球诞生于45亿年前，而能够进行观测的人类意识是在更晚近才出现的。那么在宇宙诞生之后，那漫长的没有任何人类观察者的几十亿年里，宇宙是靠什么维持着它的存在的呢？如果真的没有观察者，按照那个逻辑，宇宙根本就不该存在才对。这就逼着一些人去设想，会不会在我们人类之外，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另一个更高维度的观察者，一个在天地开辟之前就已经在那里默默注视着这一切的观察。永恒的观察者，这个观察者到底是什么？是造物？是神？还是某种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高维存在？没人说得清。可是当最硬核的科学被逼到要去认真谈论一个先于宇宙就存在的永恒注视者时，它离神佛这两个字其实已经没有那么遥远了。那么这次2025年的诺贝尔物理奖又把这件事往前推了一大步。过去我们还能自我安慰，说量子那些见鬼的特性只发生在小到看不见的地方，跟我们这个由桌子、椅子、砖头、墙壁组成的宏观世界没关系。这两个世界中间有一道厚厚的墙隔着。可现在，这3位科学家亲手证明了，量子的穿墙术在一个你双手能捧起来的尺度上照样能上演。那道我们一直以为坚不可摧，把诡异的量子世界和踏实的现实世界隔开的墙，原来根本就没有那么牢固。微观和宏观之间的那条界限正在被一点一点地擦掉。我多说一句，这次得奖的实验到底有多了不起？这3位科学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用一种叫做超导体的特殊材料搭出了一个微小的电路。所谓超导体，是一种在极低温之下导电完全没有电阻的神奇物质。它们在电路中间用一层薄薄的不导电材料把超导体隔了开来。这个结构，物理学家给它取了个名字，叫约瑟夫森结。透过巧妙的设计和反复的测量，他们发现这整个由数不清的电子组成的电路系统，竟然会像单独一个粒子那样，整体地表现出量子穿隧器，而且它吸收和释放能量的方式是一份一份跳跃式的，不是平滑连续的。这就叫做能量量子化。一个大到能握在手心的东西，整体地展现出了量子行为，这在当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如今这项成果正是我们今天全世界盼了命要研发的量子电脑最底层的那块基石。说到这里，你大概已经闻到一点味道了。如果连物质都不是坚硬的实体，如果我们眼前这个结实的世界骨子里只是一团听从意识指挥的可能性，如果那道分隔不同状态、不同维度的墙根本就能被穿过，那么我们凭什么那么有把握地说，那个所谓的人世间和那个传说中神佛所在的另一个世界之间，就一定隔着一道谁也过不来的铜墙铁壁呢？会不会那道墙本来就是可以穿过去的？会不会已经有人从墙的另一边走过来了？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第2条线索，那个叫 Chris 的男人和他亲身经历的一切。Chris 是个再普通不过的美国乡下人，住在北卡罗来纳州，靠着经营一家小小的建筑公司过日子，是个虔诚上教堂的人，有老婆有孩子，本该平平淡淡过完这一生。可是2007年1月的一个晚上，他的人生被彻底掀翻了。那天他带着儿子和几个朋友
到一条叫开普菲尔河的河边去夜钓。就在那个寒冷的夜里，他们看见天上出现了一团团燃烧着的、发着火光的不明物体悬在半空。等他们回过神来，才惊恐地发现，明明只过了几分钟，手表上却硬生生地少掉了好几个钟头。这就是后来在很多亲历者口中都会出现的所谓的失踪的时间。从那一夜开始， Chris 的人生坠入了深渊。他鼓起勇气把这段经历说了出去，换来的却不是理解，而是整个社区的指指点点。连他从小到大去的那间教会都把他当成了疯子，疏远了他。他的生意垮了，更要命的是，他得了一种极其折磨人的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疼起来钻心刺骨，每一个关节都像是被火在烧。后来他自己回忆说，那是他生命中5年的至暗时刻。他被病痛折磨，被亲友抛弃，被社会嘲笑，一度甚至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读过圣经的朋友会发现，他这段遭遇活脱脱就是旧约里那个受尽苦难的约伯。故事的转折发生在2012年的复活节前夜。那一晚， Chris 已经被逼到了绝境，他绝望地对着天空，对着那些他认为毁了他人生的东西吼叫，说你们已经把我害得够惨了，我受够了，我不干了。他打算彻底放弃，再也不去追究那团火光到底是什么。可就在那个夜里，奇迹降临了。他被一阵明亮的蓝白色的光唤醒，他感觉自己整个人被那道光从屋顶提了起来，被带到了另一个地方，一个深深刻在大地里的峡谷。在那里，他看见了3个身影，引着他走向一团极其耀眼的光。然后他见到了她。他后来这样描述那位女士，她的白袍白得让他几乎睁不开眼，她赤着脚轻轻地悬浮在离地面几尺高的地方。她没有开口说话，可是她的意念却清清楚楚地传进了 Chris 的脑海里。从那一晚起， Chris 把这位女士称为那位女士。他说他相信，她也许是圣灵，也许是神以女性的形象显现，也许是来自天国的一位使者。后来也有人把她和圣母玛利亚，甚至和古埃及的女神联系在一起。最不可思议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在那次经历之后， Chris 那折磨了他好几年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竟然不药而愈了。不仅如此，凡是靠近他，到他家里来拜访的亲朋好友也开始一个接一个的经历起那些怪事。他们开始在自家屋子上空看到那些会发光的在夜空中漂浮的光球。 Chris 管它们叫做光球，就好像只要待在 Chris 身边，那种高度的神异性就会像会传染一样沾染到别人身上。这么多年来， Chris 用相机、用手机拍下了大量这些光球突然凭空出现的影像。他不断地在公开场合、在社群上分享这一切。在 Chris 和其他亲历者的描述里，从墙的另一边来的似乎还不止一种存在。有一种是小小的，浑身像月光一样柔和发亮的存在，他们总是和那些治愈和那些温暖的讯息一起出现，给人一种慈悲安详的感觉。可是也有另外一种是阴影般的身影，他们往往伴随着恐惧，伴随着家庭的不安和精神上的压迫一起出现。一边是带来光明和疗愈的引路者，一边是制造恐惧的阴影。这种一明一暗的划分，其实在全世界各种类似的记载里都反复的出现过。这不禁让人想到，在我们自己的传统里，不也一直说神佛与魔、正与邪是同时存在于这个世间的吗？这个从另一边悄悄渗透进来的世界，看来也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同样有着它的光明和它的黑暗。如果这只是一个乡下人的胡言乱语，那它早就被人遗忘了。可诡异的是，这件事居然惊动了美国最高层的权力机构。一位在中情局干了25年的资深情报官员亲自为 Chris 的书写了序。他告诉 Chris， 也告诉在场的很多人，说美国航太总署、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国家侦察局，甚至梵蒂冈，还有国防部的每一个部门，全都把手伸进了这件事里。连白宫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都被简报过在 Chris 家附近发生的这些事件。也正因为这样， Chris 曾经被请进五角大厦的内部，去向那些军方的高层当面解释他所看到的那些景象。一个乡下的建筑包商怎么会有这种待遇？除非他所经历的
真的触碰到了某种连最高权力都无法忽视、无法解释的东西。这些年 ，Chris 还在沙漠里办起了聚会。在美国一场号称全球规模最大的不明飞行物和超自然现象大会上，曾经有2000多人在同一个夜里亲眼观看了那些在夜空中发光漂浮的光球。现场还有人声称看到一个小女孩能读出别人心里在想什么，听到不明智慧体传来的讯息。上千个人挤在一片草地上，仰着头屏住呼吸，等待着那些光点在云层后面亮起。这么多人会在同一个晚上集体看花了眼吗？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很值得玩味，当初那位中情局的官员告诉 Chris， 他们研究过很多像 Chris 这样的接触者，发现这些人的人生几乎都会在第一次接触的12年之后迎来一个戏剧性的大转折，而 Chris 是在2007年第一次接触的，往后推12年，正好就是2019年。果然，从那一年开始，他原本垮掉的建筑生意被儿子重新撑了起来，他的整个家庭也渐渐走出了那5年的黑暗。更巧的是，早在2013年 ，Chris 就根据那位女士给他的讯息，预言过在2026年，伊朗会爆发一场战争。这些散落在10几年光阴里的细节，到底是一堆巧合的堆叠，还是一张早就被人画好的网？而这一切的高潮，就是 Chris 从那位女士那里得到的预言。他告诉 Chris， 当那颗红色的星辰在狮身人面像的凝视之中，于黎明之前升起在地平线上的那一刻，人类的知识将会发生一场巨大的转变。一开始 Chris 完全听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什么红色的星，什么狮身人面像的凝视，这都哪跟哪。直到他把这段话告诉了一些懂天文和占星的人，谜底才被一点一点揭开。原来那位女士口中所说的那颗星，就是狮子座里最明亮的那颗主星，它的西方名字叫雷古勒斯，而在我们中国，它有一个更威风、更古老的名字——轩辕14。我们先把这颗星彻底说明白，因为它太关键了。轩辕14是狮子座的心脏，在整个夜空所有恒星里，亮度排在第21位，距离我们地球大约77光年。它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几乎就坐落在黄道之上，也就是太阳和月亮在天上行走的那条路径上，所以它常常会被月亮，甚至偶尔被金星、水星给遮住。可是它真正让人着迷的是它的名字背后的含义。它的西方名字雷古勒斯，在拉丁文里的意思就是小国王、王子，而它在阿拉伯的古名，意思是狮子的心脏。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从古到今，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把这颗星称为王者之星、帝王之星。更妙的是它的中文名字轩辕。轩辕是谁？轩辕就是皇帝的名字，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公认的人文始祖。古人对皇帝无比崇敬，于是就把天上这一组形状像一条黄龙蜿蜒在天际的星宿命名为轩辕，而轩辕14就是这条黄龙身上最亮的那颗星。古代的占星家认为，这颗星的星性是仁慈，是悲悯天下苍生。你看，无论东方西方，这颗星指向的都是同一个意象：王者、君主、帝王，还有那份对众生的慈悲。那么一个发光的女士留下一个和王者之星有关的预言，说它升起的时候人类认知将会巨变。这个画面是不是一下子就和我们中国人血液里那些古老的记忆接上了头？改朝换代，真命天子，新王降临，当代表帝王的那颗星升起，一个新的时代，一种新的认知，是不是就要来了？而那座狮身人面像本身也藏着一个流传了快100年的惊人预言。20世纪有一位被称为沉睡先知的美国预言家凯西，他总是在一种类似催眠的睡眠状态下，说出大量关于过去和未来的讯息，据说准确率高得惊人。凯西曾经预言，在狮身人面像的底下埋藏着一座记录之厅，里面封存着一个失落的远古文明，以及所有关于人类真正起源的秘密。而他说，这座记录之厅重见天日的时刻，将会和人类意识的一次重大觉醒同时到来。你看，又是狮身人面像，又是隐藏的知识，又是意识的觉醒。Chris 从那位女士那里听来的预言，和凯西在沉睡中说出的预言，明明隔着大半个世纪，
明明一个在东岸的小镇，一个是世人皆知的大预言家，可他们竟然指向了同一个地点，同一件事，知识的揭晓，认知的巨变，这难道也只是巧合？ Chris 一开始给出的日期是2026年的复活节，也就是4月5日。他说那些懂天文的人把那位女士描述的天象输进了精密的仪器去推算，算出这个分毫不差的星辰排列恰好会发生在2026年的复活节。当主持人追问他那天到底会发生什么， Chris 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出了一句让全场都倒吸一口凉气的话。他说，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但我觉得那有可能是基督的归来，或者是那位女士带着整个天国的队伍来和我们一起生活。他说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敢在公开场合把这句话说出口。那么2026年的复活节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必须对你诚实，因为我们频道一向只说真话。那一天平静地过去了，没有任何经过证实的报道说有成千上万的光球从波斯湾、从地中海、从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面上升起，天空一如往常。如果你问我，那个最戏剧化的版本并没有上演。可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在预言这件事上总是充满了让人琢磨不透的细节。那位女士当初强调的是这颗星要在狮身人面向凝视的方向，也就是正东方，于黎明前升起。而有一些研究者重新去核对天象后发现，符合这个精确描述的真正时刻并不是2026年的4月，而是2026年的10月7日。没错，又是10月7日。如果你还记得我们这一集开头说的那场让全世界瞩目的诺贝尔物理奖揭晓的日子，正是2025年的10月7日。而每一年的诺贝尔奖差不多都在10月的这几天公布，一个是预言中人类认知将要巨变的时刻，一个是人类用科学重新认识世界的最高荣誉揭晓的时刻，竟然奇异地落在了同一个窗口。这到底是巧合，还是某种我们还读不懂的呼应？这个答案恐怕要等到那一天真正到来，我们才能知晓。那么，所谓人类认知的巨变，到底可能是什么呢？有人猜，那也许是各国政府再也藏不住，被迫公开承认不明飞行物，承认非人智慧确实存在的那一天。有人猜，那也许是科学终于拿出铁证，证明意识并不会随着肉体的死亡而消失，证明我们真的有灵魂，有来生。也有人猜，那是某种我们现在连想都想象不到的关于宇宙终极真相的揭晓。但是你会发现，无论是哪一种猜测，它们指向的方向其实都是同一个，那就是我们长久以来深信不疑的那个冷冰冰的纯物质的世界观被彻底的推翻了。而这恰恰就是这次的诺贝尔物理奖，那个发光的女士和那块古老的石碑，三者在用各自的语言共同诉说着的同一件事。好，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两条线，一条是科学的，它告诉我们物质是虚幻的，那道分隔不同世界的墙是可以被穿过的。另一条是现代的亲历，一个大活人赌上一切告诉我们，有光的存在从墙的另一边走了过来，并且带来了一个关于认知巨变的预言。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回东方，转回那块在地震中被震出来的刘伯温的古碑，看看600多年前的中国人是怎么说着同一件事的。刘伯温本名刘基，是明朝的开国功臣，辅佐朱元璋打下了天下。民间一直流传一句话，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在老百姓心里，他不只是个谋士，更是一位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能掐会算，料事如神的得道高人。他留下的预言非常多，最有名的就是那首烧饼歌。而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另外两块更惊人的碑文。第一块叫做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也有人叫它救劫碑文。它的来历本身就透着一股神秘。传说在近代的一次地震中，陕西太白山的一面石壁轰然倒塌，人们从碎裂的岩石中间发现了这块深藏其中的石碑。一块预言的石碑偏偏用大地震裂这种石破天惊的方式显现出来，这本身就让人觉得绝非偶然。那这块碑上到底写了什么？它描绘的是一场极其可怕的大劫难。碑文里有几句话，这些年被无数人反复引用，因为他们实在太准了。他说，天有眼地有眼，
人人都有一双眼，意思是说老天爷看着呢，每个人的善恶作为都逃不过天地的衡量。他又说，贫者1万留1000，富者1万留23，意思是这场大劫，无论你是穷人还是有钱有势的达官贵人，都难逃一劫，尤其是那些干了伤天害理之事的人，更是凶多吉少。而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他对瘟疫的预言。碑文里写着，若问瘟疫何时现，但看9冬10月间，意思是要问这场大瘟疫什么时候出现，就看农历的冬季10月前后。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19年，那一场席卷全球，彻底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大瘟疫，第一例确诊的患者发病，加上潜伏期往前一推，刚好就落在那年的农历10月。一块600多年前的石碑，竟然把一场现代瘟疫爆发的季节说得分毫不差。也难怪这些年一提起刘伯温的碑记，无数人都觉得后背发凉。碑文里还列出了让人心惊肉跳的10愁：一愁天下乱纷纷，二愁东西饿死人，一条接着一条，全是天下大乱、饿殍遍野、瘟疫横行的景象。他还反复地提到一个时间点，难过猪鼠年，要人们提防的就是那个猪年和鼠年交替的关口。而碑文也说得明明白白，就算你是铜打的铁罗汉，也难过这一关。任你是金刚不坏之身，除非心存善念，才能保全自己。你听，他翻来覆去强调的，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个字：善。在这场大劫面前，金钱、地位、本事全都靠不住，唯一能当你护身符的，就是你心底的那一份善良。但碑文最核心也最温暖的，其实不是吓唬人。他最后告诉人们，这场大劫是恶人遭殃，而心地善良的人可以活下来，就算过去做过错事，只要在这个关头真心悔改，弃恶从善，一样有机会度过。他还预言，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位圣人出世，广传一种能救度世人的大道大法，并且碑文里还隐晦地点出了这位圣人的姓名和他在海外所做的事情。只要向善的人、修行的人，就能平安地走过这场大劫，迎来一个无比幸福的新世界。你听，这是不是又和 Chris 那个认知巨变、新时代降临的预言遥遥地呼应上了？如果说太白山碑记讲的是劫难和救度，那么刘伯温的第二块碑文金陵塔碑文就直接揭开了这整集标题里那个最核心也最震撼的秘密：神佛下凡。金陵塔碑文里有一段话，后人是这样解读它的核心含义的。他说，在人类历史最后的这个时期，会有千千万万的神佛从天上下到人世间，转生成为一个普通的凡人。也就是说，按照这个说法，我们今天活在世上的这些人，大多数其实都不是真正的凡人，我们的本来面目可能是来自天上的神，是佛。那这些神佛放着天上好好的日子不过，为什么要争先恐后的下到这充满苦难的人间，把自己变成一个会生老病死的肉身凡胎呢？碑文给出的答案是，他们是为了在这个最后的时期得到一位未来佛下世到人间所传的大道大法。在佛教的说法里，这位未来佛就是释迦牟尼佛亲口预言过的，会在末法时期下世传法度人的弥勒佛。这些神佛下凡是为了能在这场宇宙级的大劫中得到这个法，经历这场劫难的考验，然后才能重新返回他们在天上的位置。如果得不到，如果没能通过考验，那么即便你曾经是天上的神佛，也一样要在这场大劫里灰飞烟灭，再也回不去了。你听明白了吗？这就是这集标题那句话的真正出处，神佛都在下凡应劫。原来在刘伯温的预言里，这个劫不只是我们凡人要过的劫，更是那千千万万下凡转生的神佛自己要过的劫。整个人间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考场，一座宏伟的熔炉，每一个灵魂无论它来自多高的天界，都要在这里接受一场最终的称量和筛选。金陵塔碑文的结尾还藏着几句像谜语一样的话。他说，7人一路走，引诱进了口。又说3点加1勾，8王20口。几百年来，无数人对着这几句谜语反复的猜，反复的拆字，试图从中解读出那位救世圣人的姓名，
或者那个将要降临的新时代的线索。刘伯温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至今众说纷纭。可正是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这种把天机藏进字谜里的方式，让这块碑文几百年来一直散发着一种让人欲罢不能的神秘魅力。而且刘伯温的预言并不孤单，从唐朝那部惊人的推背图，到历朝历代流传下来的各种谶语，在中华民族这条漫长的历史长河里，这一类指向同一个末世关口的预言，一个接着一个，从来就没有断绝过。它们就像一支接力棒，跨越千年，一代一代的向我们这些后人传递着同一个讯息。现在，请你把这3条线索重新在脑海里摆到一起，看看他们拼出了一幅怎样的图景。科学告诉我们，物质是虚幻的，意识才是根本。世界是被观测、被意识照亮才存在的，而且那道分隔不同世界的墙根本挡不住穿越。一个现代的亲历者告诉我们，有发光的神性存在，真的从墙的另一边走了过来，并且预言一个认知巨变的时代即将到来。而600多年前的古老预言告诉我们，在最后的大劫里，千千万万的神佛会脱下天衣，下凡转生为人，整个世界变成一个筛选灵魂的考场。你发现了吗？这3件事分别来自最硬核的科学、最当下的见证和最古老的智慧。3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角落，可是他们描述的会不会其实是同一件事？只是因为说话的人不同，用的语言不同，所以听起来千差万别。物理学家说那是波函数塌缩，是意识决定实在。Chris 说那是那位女士带着天国的队伍降临。刘伯温说那是神佛下凡应劫。会不会这层被现代唯物主义加在我们眼睛上的纱，正在从3个不同的方向被同时揭开？会不会我们这一代人正好就活在所有这些预言反复指向的那个门槛上，那个新旧交替的关口？你只要稍微抬起头，看看我们眼前身处的这个时代，就会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愿意把这些古老的预言当真。这些年，一场接着一场的瘟疫，一场又一场的战火，反常的气候，动荡的经济，还有那个发展的越来越快，快到让很多人心里发慌的人工智慧。我们这一代人好像正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一切都在被翻天覆地重新塑造的十字路口上。刘伯温的碑文里说，天也翻，地也翻，这短短的6个字用来形容我们今天亲眼看到的这个世界，竟然意外的贴切。当外在的世界乱成了这个样子，人心里那种对意义、对答案、对某种更高指引的渴望，自然也就被一点一点的点燃了。也许这恰恰就是所有这些古老的预言会不约而同地把目光全都投向我们这个年代的原因，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注定不会平凡的关口，而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愿不愿意，都已经身在其中，成了这个大时代里的一个见证者。而且这种发光的神性的存在来到人间的故事，绝对不是只发生在 Chris 一个人身上。把目光放到全世界，你会发现它几乎是人类共同的记忆。100多年前，在葡萄牙的法蒂玛，3个牧童声称反复见到一位浑身发光的圣母，她留下了3个预言，据说准确地说中了后来爆发的世界大战。从古到今，世界各地都流传着类似的圣母显现，几乎都是一位发光的女性，带来警示，带来预言，呼唤着人们回头向善。Chris 口中那位赤着脚悬浮在半空，白光耀眼的女士，和这些跨越了千百年、跨越了东西方的记载是何其的相似。我们频道常常聊到的那些预言家，从帕克到阿南德，他们各自也都用不同的方式把目光投向了我们所身处的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当这么多来自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身份的声音，最后全都汇流到同一个方向，你还能说这仅仅只是一场巧合吗？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想这件事。几百年来，科学和信仰一直被人为地放在了对立的两端，好像你信了科学就必须得放弃神佛，你信了神佛就是不科学、不理性。可是今天我们摊开的这3条线索，却在隐隐地告诉我们，这道墙也许从一开始就是我们自己亲手筑起来的。当最前沿的物理学开始严肃地讨论意识和实在，
讨论一个先于宇宙的永恒观察者，当一个现代人的亲身经历和几百年前的古碑和大半个地球之外的圣母显现，竟然讲出了同一个故事，那么科学和信仰这两条看似背道而驰的路，会不会其实是在同一座山的两侧，最终都通向同一个山顶？也许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功课，就是学会把这两只一直分开看的眼睛重新合上，用一种更完整的目光去重新打量我们脚下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说到这里，我知道一定有朋友坐不住了，会说，你这不就是把一堆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硬凑在一起吓唬人吗？这个质疑非常好，非常重要。我们做这个频道这么多年，最看重的就是不能只说一面之词，所以接下来我要非常认真的把怀疑的这一面也原原本本的讲给你听。首先是那个最直接的反驳，2026年复活节那天并没有出现预言中的景象，这是事实。而且早就有专门揭穿各种说法的研究者指出，从天文学的角度算，在那一天的那个时间点，轩辕14其实是在下沉，而不是升起。它的位置也根本不在狮身人面像所面对的正东方。换句话说，这个最初言之凿凿的天象本身可能就站不住脚。后来把日期改到10月，这在怀疑者看来不过是预言落空之后的一种补救，一种事后诸葛亮。其次，关于量子力学那部分，我也得替科学界说句公道话。物理学家说的那个观测者，其实是一个很容易被误解的词。在严谨的物理学里，所谓的观测，指的并不一定是要有一个有意识的人类去看，它更多指的是一次测量，一次物理上的相互作用，比如一个光子打上去。所以，把量子力学直接等同于是人的意识，是心念创造了整个宇宙。这在很多物理学家看来是一种美丽的但过度的引申，把普朗克那些充满哲思的话当成科学定论来用，也是不够严谨的。量子世界的诡异是千真万确的，但它到底意味着什么？物理学家自己到今天都还在吵，远远没有一个定论。最后是关于预言这件事本身，人类的大脑天生就是一台寻找规律和意义的机器，这是我们的本能。当我们手里先有了一个结论，比如末日将至，神佛下凡，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从浩如烟海的古今讯息里专门挑出那些能印证这个结论的片段，然后把它们拼接起来。至于那些不符合的，我们会自动忽略。古老的预言之所以听起来那么准，很多时候正是因为它写得足够模糊，足够有弹性，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解读空间。你想让它对应什么，它就能对应什么，这在心理学上是有名有姓的现象。还有一点我们也得想到，预言这个东西从来就不缺市场。一个耸动的末日预言，一个神佛下凡的故事，天生就比平淡的日常更能抓住人的眼球，更容易被疯传，背后也往往牵扯着名气、流量，甚至是卖书卖门票的利益。所以每当我们听到一个惊天动地的预言，先别急着全盘接受，也别急着全盘否定，不妨先在心里打个问号，问一句，说这话的人，他到底想从中得到什么？这并不是说 Chris 就是个骗子，事实上，很多接触过他本人的人都说，他是一个谦卑而真诚的人。他自己也一再强调，他不愿意被人叫做先知，他只是在转述他亲身经历的事。可是你要知道，真诚并不等于正确。一个人可以100%地相信自己所说的每一个字，但他对这些经历的理解，他的解读仍然有可能是错的。在面对这些扑朔迷离的事情时，保持一颗既开放又清醒的心，恐怕才是最难也最珍贵的。我把这些怀疑的声音毫无保留地摆在你面前，不是要否定前面说的一切，而是因为我相信，真正的相信不该建立在被吓唬、被煽动之上，而该建立在你看清了正反两面之后，自己内心做出的那个选择。那么，把所有这些都摊开来之后，我自己是怎么想的呢？我想，无论2026年的10月，那些光球到底会不会从海面升起，无论神佛是不是真的就走在我们身边的人群里，这3条线索汇聚到一起，其实是在向我们每一个人抛出同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问题：这个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世界，真的就是一切的全部吗？
你看，最顶尖的科学，绕了100年的远路，最后竟然谦卑地承认，物质的背后似乎藏着一个意识，一个心智，一个饱受苦难的普通人，在他生命最绝望的谷底，遇见了一束光，从此重获新生。而我们的祖先，早在几百年前，就用最朴素的字句告诉我们，做个好人，存颗善心，就能在最大的风浪里，把自己安然地度过去。也许，所谓认知的巨变，从来就不是某一天，天空中突然劈下一道闪电，所有人一觉醒来，世界就变了模样。也许，它是一场缓慢的、温柔的天亮，是越来越多的人在科学的尽头，在亲历的震撼里，在古老的智慧中，慢慢的重新想起了一件我们很久很久以前就知道，后来却忘记了的事：意识才是这个宇宙真正的底色，而善良才是我们唯一带得走的行囊。想到这里，我心里那种对末日大劫的恐惧反而淡了许多。因为如果所有的预言，所有的科学绕了一大圈，最后竟然都把答案指向了善良这2个字，那这场劫就不再是一个冷酷的随机降临的灾难，而更像是一场温柔的提醒，提醒我们在被各种欲望和恐惧推着走的这一生里，别忘了自己最初究竟是谁，别在半路上弄丢了那颗最干净的心。如果刘伯温的碑文说的是真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骨子里都是一尊下凡来应劫的神佛，那么这场劫考验的到底是什么？它考验的恐怕不是你有多少钱，有多大的本事，而是在这个天翻地覆的时代里，你还能不能守住心底那一点点的善良，那一份对众生的悲悯。就像轩辕14这颗王者之星，它的星性自古以来说的也正是这2个字：仁慈。2026年的10月，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不知道，但我想我们不妨就静静地看着那颗王者之星在东方的地平线上一天一天地向着狮身人面向凝视的方向缓缓升起，然后问问自己，如果我真的是一尊下凡的神佛，此刻的我过得及格吗？也许这个问题的答案远比天上会不会掉下光球要重要得多。今天我们来聊聊为什么许多西方先知的预言一次又一次将目光投向中国。从几百年前到当下，一些著名的先知们都曾暗示，中国将发生的大事件会震撼世界，甚至中国本身将成为全球预言的中心。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当我们深入探讨这些预言的细节，不禁要问，难道冥冥之中真的有某种力量，让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预言家都再次点名中国，还是说这一切只是巧合？让我们从头说起，抽丝剥茧，一起探索这跨越时空的谜团。故事要从400多年前说起。法国的诺查丹马斯 Michel de Nostradamus 是西方历史上最负盛名的预言家之一。他在公元1555年出版的《诸世纪》中，以4行诗的隐晦形式预言未来。后人惊奇地发现，他的许多预言诗对应了后世的大事件，如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崛起、希特勒之战，甚至2次大战的爆发与结局，都似乎被他言中。因此，诺查丹马斯留下的预言一直广受研究与讨论。然而，与中国相关的线索更加神秘，一直到1994年，人们才在意大利国家图书馆的古籍堆中意外发现一部署名诺查丹马斯的手稿。里面不是文字预言，而是80幅奇异的水彩画。据说这是诺查丹马斯晚年绘制的预言画稿，画中布满象征符号、字母、火烛、星辰，乍看云山雾罩，但其中有几幅画令研究者背脊发凉，因为它们似乎直接对应当代中国的场景。其中一幅画描绘士兵手持利刃砍杀僧侣，士兵身穿绿色军装，而倒下的僧侣象征着信仰和修行者。让人毛骨悚然的是，绿色军装几乎是现代只有中共军队才普遍采用的颜色。这幅图让人联想到中国近代发生的宗教与精神信仰迫害事件，例如对佛教僧侣、西藏高僧，乃至1999年后对法轮功这类气功团体的镇压。诺查丹马斯画笔下的士兵砍僧场景，仿佛在预示中国发生过的那场信仰浩劫，令人不寒而栗。更震撼的是另一幅画，一条东方巨龙，龙身呈绿色，
头却是人头，正被熊熊烈火焚烧。在巨龙背后，依稀可见一座东方式建筑物的轮廓，有人辨认出酷似北京天安门城楼的形象。西方文化中的龙往往是西方龙有翅膀、喷火的怪兽，但诺查丹马斯特地画出东方式的长龙。这条龙身披绿色鳞片，令人联想到中共的代表色，头颅似乎象征着某位掌权者，火焰将东方恶龙吞噬殆尽。画面上的隐喻不言自明，天火烧龙，亡者伏诛。换句话说，就是天灭中共。这幅画被解读为预言，在未来某个时刻，统治中国的共产政权将遭天谴灭亡，犹如人头恶龙被烈火烧毁一样。试想一下，这些画作如果真是诺查丹马斯所绘，那意味着在距今400多年前，一位法国先知已经看见了21世纪中国发生的事件，包括共产集权对信仰的镇压，以及最终这条红色恶龙的覆灭。这让西方许多预言研究者惊呼不已。难道中国的命运早就写在历史的笔墨中？更离奇的是，诺查丹马斯在诗集中对东方还有一些文字预言。我们知道他经常以隐喻方式描述人物和国家，例如称拿破仑为来自科西嘉的帝王，称希特勒为希斯特 Hister 等。而在多篇预言诗里，他提到东方出现一位非同寻常的人。其中一首诗写道，一位东方人将离开他的家乡，穿越天空、海洋和冰雪，用他的权杖唤醒世人。另一首提到，东方的贤者将带来全世界的改变。许多解读者认为，诺查丹马斯暗示在历史的今天，也就是21世纪之交，会有一位来自东方的伟大人物出现，给世界带来思想或精神上的觉醒。这让人不禁联想，会是谁呢？是某位东方的精神领袖，亦或引领中国变革的关键人物？诺查丹马斯没有指名道姓，但东方圣人的意象一直引人遐想。除了人物和图像之外，诺查丹马斯对当今时局的预警可能还包括战争。有研究者把他的预言诗与年份对照，发现他在某些诗句中提到了7个月的大战争和7艘船的海战等等。有人将这解读为2026年前后，东亚海域可能爆发一场持续7个月的激烈冲突，甚至涉及多方舰队的海上对峙。巧合的是，如今台海与南海局势紧张，各国军舰在亚洲海域你来我往。如果未来真有7方势力、7艘战船在此交锋，那和诺查丹马斯诗中描述的场景何其相似。另一段广为人知的诗提到东风将席卷西方，许多人认为这预示东方势力可能指亚洲或中国的崛起和对世界的重大影响。当我们把这些线索拼凑起来，一幅图景浮现。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就有先知预见了一条巨龙，象征中国政权兴起于东方，并最终陨落。还预见东方的力量和人物将深刻改变世界的走向。从诺查丹马斯所处的16世纪跨越到20世纪，在西方出现了另一位被誉为先知的人物，艾德加·凯西 Edgar Cayce。 他被称为沉睡的预言家，因为他常常在自我催眠的沉睡状态下为人解答未来。据称一生留下了1万多条预言记录。凯西的许多预测后来都得到验证。他预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经济大萧条、印度独立、以色列建国，甚至预言了苏联会在几十年后放弃共产主义等等。在众多预言中，关于中国的预言最让后人玩味，因为内容实在令人意想不到。凯西早在1920年代就提到了中国的未来。在1925年1月的一次阅读预言解读中，他主动说出一段让在场者莫名其妙的话：中国将有非常特殊的日子，他会通过缓慢的成长来保存自己。有一天他将醒来，剪掉辫子，开始思考并实践。要知道，1925年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和社会动荡中，剪掉辫子象征摆脱清朝传统，走向现代化。凯西仿佛在形容中国正在酝酿一次觉醒。而更惊人的是，他接着预言，有一天，中国那里将成为孕育斯基督教的摇篮，并将其应用于人们的生活中。是的，对人而言那是遥远的，但对神而言很快很快，中国将醒来。这段话让当时的西方听众大为震撼又困惑。中国成为基督教的摇篮，这怎么可能？因为基督教发源于中东，西方盛行了上千年，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何况在20世纪初，
中国的基督徒寥寥可数，整体国力衰弱，凭什么成为世界精神信仰的中心呢？如今回头看，凯西所言或许并非字面意思的基督教传到中国，而是指一种类似基督精神的觉醒和新文明将在中国诞生，影响全世界。一些学者认为，凯西限于当时的语言体系，只能用基督教来比喻未来出现在中国的伟大信仰运动或精神理念。他强调对神而言很快，似乎预示在上帝眼中不出几天，象征不久的将来，中国就会苏醒。在历史的长河里，几十上百年确实不算长。我们不妨联想到现实，中国确实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97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崛起，被视为沉睡的狮子苏醒。这是否对应了凯西预言中中国将缓慢成长并保存自己，然后醒来的一段？而在精神文化领域，中国自90年代以来也涌现出许多新的思潮和团体，例如1992年起源于中国的气功修炼法轮功，一度吸引上亿人修习，其核心理念强调真、善、忍的道德提升，这颇有宗教复兴的意味。还有地下家庭教会的兴旺，数千万人信奉基督教，新教徒的人数甚至接近西方大国。可以说，在物质发展的同时，中国社会的精神追求也在暗流涌动。有人把这解读为对凯西预言的印证，中国正在孕育属于自己的灵性觉醒。这种觉醒一旦成熟，将对全人类产生深远影响，犹如当年的基督信仰改变西方一样。除了长远的精神预言，凯西对中国短期的命运也有惊人之语。在1927年的一次预言中，他提到，一些非常的事件正发生在中国人和日本人身上，一些来自外星的力量正在干预并已得势了。这段话当时的人更加听不懂，外星力量，中国、日本。6年后，历史给出了部分答案。1931年至1937年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和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东亚经历了腥风血雨。如果把外星力量理解为超越寻常人性的邪恶势力，那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确实如同魔鬼附体。而凯西预先感知到东亚浩劫的来临，无疑再度证明了他预言能力的不凡。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预言侵华时用的是非常的事件，外星入侵这种词汇，仿佛暗示这场浩劫不仅仅是人间权力之争，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因果与超自然黑暗。在预言的语境里，中日之战是人类意识与罪业的一场了断，这又让人联想到今天中共政权对内镇压、对外扩张所引发的国际担忧。许多人觉得其中夹杂着一种邪恶意识形态的扩散。难道凯西早早就看见了东方巨龙背后潜藏的阴影？更耐人寻味的是，凯西在二战结束前预言了苏联会摒弃共产主义。他说俄国有一天将摆脱无神论的桎梏，成为希望之地。几十年后，苏联果然解体，俄罗斯放弃了共产集权体制。这预言的实现令世人叹服。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凯西预见了俄国的转变，他有否暗示中国的一党集权也会走向终结？虽然他没有明言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但前面提到他对中国觉醒和精神复兴的描述，可能隐含着同样的逻辑。中国终将甩开禁锢，进入全新的境界，或许包括政治自由、社会开放，从而真正以文明古国的底蕴引领世界。这样的中国一旦出现，必将震动全球，与凯西所说的摇篮预言相呼应。20世纪中后期，预言界另一颗明星是保加利亚的盲人灵媒巴巴万加巴巴旺嘎，绰号盲眼龙婆。他因曾成功预言一系列大事而闻名，包括苏联解体、库尔斯克号潜艇沉没、911恐怖攻击等，被称为巴尔干半岛的诺查丹马斯。在他留下的未来预言中，也有多处涉及中国，使得世人不得不注意。首先，巴巴万加早在上世纪就预言中国将崛起为世界超级强国。他曾断言，在2018年左右，中国会超越美国成为新的全球领袖，这一点在媒体上广为流传。事实上，到2018年前后，中国虽未全面超越美国，但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2，许多领域如制造业、贸易等方面都达到全球第1的地位。中国的科技实力和军事力量也飞速提升，国际影响力日增。
可以说88万加的这条预言在时间节点和大趋势上相当切合。过去几年，世界见证了所谓中国时代的到来，许多人惊叹于中国的飞跃式发展，这仿佛正是他眼中东方巨龙称霸的开始。然而，万家对中国的预言并非只有光鲜的崛起，还有伴随而来的巨大动荡，特别是对未来几年的描述更是令人心惊。他警告说，在2026年，和平将被打破，世界将陷入混乱。根据外界整理他的预言内容，2026年将出现3重灾难夹击，地缘政治冲突、气候危机加剧，人工智慧带来的影响共同动摇人类社会。而在地缘政治方面，他最骇人听闻的预言是，第3次世界大战的火种将在2026年点燃。万家指出，这场大规模冲突将涉及世界主要强国，战火将从东方开始，然后蔓延到西方各州，引发长期的全球紧张与动荡。听起来，这几乎就是在形容世界大战。那么，东方哪里会点燃战火呢？根据一些转述，万家点名中国，称中国将并吞台湾，导致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爆发直接对抗。简而言之，中国大陆以武力统一台湾，成为导火索，把美俄2大核武强国都卷入冲突，从而升级为第3次世界大战。这段预言如果对照当今局势，令人不寒而栗。台海冲突确实是现今最有可能引爆大国对抗的火药桶之一。万家在20多年前就预见了这点，难怪随着当前中美关系紧张，台海风云诡谲，他的预言又被翻出来，引发全球媒体讨论。除了战争，88万家还预言2026年将伴随重大天灾和科技引发的挑战。他提到地球可能遭遇连串自然灾害，强震、火山、洪水、海啸此起彼伏，极端气候肆虐，全球约 8% 的地区会受双重灾害打击。同时，他说人工智慧 AI 的崛起将在2026年达到关键点，人类社会可能被 AI 全面渗透，甚至开始质疑如何摆脱智慧机器的控制。在预言中，这一年仿佛是人类面临多重考验的关键转折点。更离奇的是，万家似乎还提到外星人将于2026年现身。他说人类会在那年11月与来自宇宙的智慧生物有首次接触，一艘大型太空船将降临地球。这听起来几乎像科幻情节，但也凸显出他眼中的2026年有多不平凡。天上地下，各种不可思议的事都可能发生。当然，关于外星接触的说法，大多数人持保留态度，但战争和灾难的预警却不能不令人担心。试想，如果2026年真如万家所言，台海爆发战端，美俄卷入对抗世界强权撕裂战火，那将是2战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中国作为其中的主角，无疑成了左右全球命运的关键，而中国大事件将震动世界这句话也会以最残酷的方式应验。令人背脊发凉的是，万家曾准确预言2022年的极端气候，当年英国等地爆发大洪水以及其他年份的事件，他的部分预言命中率相当高。如果他对2026年的预见也是真知灼见，那么我们正处在风暴前夜。值得一提的是，万家还曾预言俄罗斯在2026年出现新的强人领袖，并称这位领袖将被冠以大师或世界领袖的头衔，在该年崛起后掌握主导权。这耐人寻味，如果把他和中美冲突联系，是否意味俄罗斯会在某种关键时刻改变立场或出现内部变局？毕竟，目前俄罗斯与中国走近，但未来若领袖更替，也可能影响中俄美之间的角力平衡。万家的这些片段预言仿佛一块块拼图，组合起来就是一幅世界巨变、东西对峙的图景，而中国是这图景的引爆点之一。以上我们谈到的诺查、丹马斯、凯西、88万家，年代各不相同，但都有意无意地点明了中国。而更有意思的是，当代还有一些西方预言家和灵媒，直接把中国作为预言的主角，仿佛历史在呼应西方先知再次点名中国。现在，我们就看看近年来几个引人关注的西方预言如何刻画中国即将发生的大事。首先不得不提的是英国的灵媒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通常简称为帕克。这位英国预言家因为成功预测了一些重大事件，如英国脱欧公投、美国川普当选而走红。他近年频繁在自己的节目和访谈中谈及中国，
甚至可以说，帕克的未来图景里，中国是最关键的变数之一。帕克对中国的预言主要集中在2方面，一是对外的军事冲突，二是对内的政权变革，两者相互交织。帕克在2024年初曾公开表示，他在灵视中看到了台湾附近将有刀光剑影。他具体描述，在台湾周边一些有争议的小岛上可能发生武装冲突，我感觉有人拔出了刀剑，好像中共夺取了你们的一个岛屿。这暗示大陆可能对台湾外围的小岛，例如金门、马祖或南海岛礁，动手发生局部军事冲突。他强调，自己不认为中共能征服台湾，但某种军事行动在所难免。帕克推测，这场冲突的导火索很可能是一场意外。他以前曾预言过可能有飞机撞击事件，或者潜艇相撞等等。现在看来，台海上空和海域的中美中台军机军舰对峙频繁，一次走火误判就可能酿成严重冲突，这和他的预感不谋而合。我感觉其中一次会出事。当冲突出现时，帕克预见台湾新的领导人将态度强硬，坚定捍卫主权。同时，他看到了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介入，日本会在技术和情报上给予台湾大量协助，甚至与台湾共享先进的防空技术。澳洲则可能直接派出军舰进入相关海域支援。这些预测非常具体，也符合目前国际形势的走向。日本近年来积极强化对台合作，澳洲也越来越关注台海安全，并与英美组建 AUKUS 同盟。如果未来某天，中国大陆与台湾爆发小规模战事，而日本、澳洲乃至美国卷入其中，那将印证帕克所言，也正是88万家口中的世界主要强国卷入的冲突。所幸帕克认为冲突未必演变成全面征服战争，中共可能只是在周边寻衅，但不管怎样，这足以把全球推到战争边缘。短暂的几周或几个月的军事交锋，都将严重冲击全球市场与安全格局。这难道不正是震动世界的大事件吗？不论胜负如何，光是中国和美日澳在西太平洋直接对抗，就会是2战后前所未见的剧烈变局。帕克对中国的预言更令人瞠目的是内部巨变部分。他直言不讳地多次预测，中国执政的共产政权将走向崩溃。在他的远见中，他看到了中国经济出现严重问题，埋下政权不稳的种子。比如，中国近年房地产和债务风险积累，经济增速放缓，可能引发社会不满。一旦物质生活不再增长，人们对统治者的容忍度就会降低。帕克感觉中国的统治基础相当脆弱，政府维持稳定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来自持续数十年的经济繁荣和民众物质生活改善。如果经济一旦陷入困境，人民对政权的态度可能急转直下。他预言，最终中国会分崩离析，解体成多个较小的国家或自治区。这种说法听起来石破天惊，因为当代中国在地图上是一个幅员辽阔、统一的泱泱大国，怎会突然分裂？但帕克描绘了一种可能的结局。当中央政权崩溃后，广大的中国版图上不同地区可能趁势取得自主。例如，他提到香港将再次获得自由，有望成为独立或高度自治的城市国家；西藏也将解放，脱离北京的控制；新疆、内蒙等少数民族地区或许出现类似情况。最终，中国本土将分裂为数个新兴政权，各自治理，但他们之间可能组成一种类似欧盟的松散联盟，在民主基础上合作共处。帕克甚至引用了孙中山先生早年的一些理念，因为孙中山曾设想过建立中华合众国或邦联制，允许各省自治联邦。这或许就是帕克认为中国未来会走的路，先是统治崩解，继而在新的民主原则下重组。试想，一个统治中国大陆超过70年的政治体制土崩瓦解，13亿以上人口的国家秩序被改写，这将对世界造成何等冲击？东亚地缘格局将彻底变样，全球经济链条瞬间断裂重组，各大国势力范围被重新划定。冷战结束时，苏联解体都已经造成巨大波澜，而中国的体量比苏联更大，与世界的联系更深。倘若真按帕克预言那样四分五裂，将是近代以来最震撼的地缘政治事件，完全称得上震动世界。帕克并未给出确切的年份，但在不同场合他暗示这个进程已经开始倒计时。他提醒要注意未来几年的经济动荡和权斗，可能在2025年前后出现关键转折。
也有解读认为他所说的清算之年是指2026年，届时若中国陷入战事与经济危机的双重压力，政权可能走向冰川式崩塌，即表面僵硬稳固，内里却在断裂消融，终于在某个时刻轰然垮塌。当然，预言毕竟只是预测，但帕克的话已经引起许多关注中国局势人士的讨论，这会不会是一个惊人的先见？除了帕克，还有其他西方的预言先知近年来对中国发出了惊人之语，例如英国的托米·阿拉约米 Tommy Arayomi， 一位自称得到神启示的先知型牧师，他在分享的信息中多次谈到中国，甚至直接以圣经意象来比拟。他曾问道，埃及的十灾是否要降临中国？他指出，在圣经故事中，埃及法老因奴役以色列人而遭上帝降下10场灾难惩罚，而如今中国也出现了一系列离奇的灾异，从史无前例的洪水泛滥、云南的异常虫害，到天空出现奇怪的云与光等等，这些都像极了十灾的现代翻版。鱼群离奇大规模死亡，漫天诡异白色昆虫飞舞，城市上空惊现血红色天空，这些近年中国各地报道出的奇事，被阿拉约米解读为上天在警示与惩戒。他认为中国近年的厄运并非偶然，而是对其统治者的警告，就如同古埃及法老不肯释放奴隶，上帝用灾祸迫使其低头一样。这种将中国近期的天灾异象宗教化的诠释颇具争议，但不得不说，在预言的语境下，他强调的依然是中国是末世剧情的关键。阿拉约米还曾分享他对台湾局势的预感，他说自己在异象中亲眼看到中共对台湾的侵略计划，仿佛影片在眼前播放。他据此发出预言警告，台湾将面临最后的军事冲击。这与帕克、万家等人的预测不谋而合，不同的先知从不同角度都指向台海冲突这个未来可能的巨变点。当多个来自西方的独立预言渠道都不约而同聚焦于中国与台湾，我们不能不感到心惊。也许这真是一个正在酝酿的大劫难。值得注意的是，阿拉约米和其他一些西方宗教预言家经常引用圣经启示录来解析现今局势，其中一个经典意象就是大红龙。启示录第12章描述末世出现一条大红色的龙，肆虐一时，最后被天使击败。许多基督教思想家将这红龙比喻为邪恶政权或撒旦势力的象征，而近代以来，不少人直接把红龙影射到共产主义政权。共产主义常用红色旗帜，尤其中国的执政党徽章中就有一条红龙形象，且中国古文化里皇权也以龙为象征。于是，在某些预言诠释中，启示录的红龙就被看作是红色中国政权的象征，其最终命运是被天降之力所毁灭。这个解读跟前面诺查丹马斯画稿中天火烧东方恶龙的含义何其相似，东西方不约而同画出了恶龙末日的图景，令人不胜唏嘘。此外，启示录第16章还提到末世之战，东方的众王将率领2亿大军横跨干涸的幼发拉底河，参与最后的大决战——哈米吉多顿之战。当这段经文在20世纪被重新审视时，人们惊讶地发现，古往今来能动员2亿军队的，现实中似乎只有拥有14亿人口的现代中国。尤其在60年代，中国正式建立了人民解放军的庞大武装。在对照圣经里来自东方的2亿军兵，很多圣经学者开始猜想，难道启示录早已预见了东方将有一只空前绝后的雄狮？而那东方众王是不是指中国及其盟友在末日时参与全球战争的角色？如果这种解读成立，那么连2000年前的宗教经典都把中国或东方大国放在了结局时刻的核心位置。西方的信徒们读到这里，也会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现代的中国，因为他们相信那关乎全人类命运的剧目很可能会以中国势力的动向为引线。纵观上述种种，无论是古老的诺查丹马斯、近代的凯西与万家，还是当代的帕克与其他预言家，他们的视线最终都交汇在一个焦点：中国。几百年前的预言画像描绘了中国的巨变，几十年前的梦话呢喃预告了中国的觉醒，而眼下的种种神秘信息更是直截了当地谈论着中国的战争与变革。这些来自西方的声音，有的警示灾祸，有的展望希望，但都不约而同地在说，中国即将成为决定世界走向的中心。或许有人会质疑，预言究竟能信多少？
确实，上述内容有的是后人牵强附会之论，有的是捕风捉影的解读。然而也无法否认，这些预言中的许多细节与现实走势之吻合，超出了巧合的范畴，令人生出几分敬畏之心。假如预言真的灵验，那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而中国恰恰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心点。为什么西方先知再次点名中国？也许从现实分析，他们看到的是世界权力东移的趋势。21世纪的国际秩序中，中国举足轻重，因此任何全球性事件都绕不开中国，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有中国参与或引发的事件，往往就具有全球影响力。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成为拯救经济的重要引擎；又比如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从中国蔓延全球，改变了整个世界的轨迹。当今的中国早已不是古代那样闭塞孤立的存在，而是深深融入全球化的体系里。因此预言家们聚焦中国，也许正是反映了这种国际现实，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带来连锁反应。预言只是换了一种语言，讲出了地缘现实的重要。然而许多先知预言中的中国角色并非只是普通的大国崛起那么简单，他们赋予中国某种宿命般的意义，要么是灾难的引爆点，要么是救赎的希望之源。在他们的叙事里，中国仿佛背负着全球的因果，将在关键时刻拨动历史天平。这种带有命运论色彩的观点，或许来自东西方长期文化积淀的奇妙共振。毕竟，中国本身也有大量古代预言，从推背图、烧饼歌到刘伯温碑文，无不预示着朝代循环与末世浩劫。那些古老汉语写就的预言，几乎都指向一个结局：在经历大动乱、大灾劫后，中国以及世界将迎来新的圣人出世，新的太平盛世。这与西方预言家口中的剧本惊人的相似，只不过西方人用的是他们熟悉的意象，龙、兽、上帝等，中国人用的是自己的符号，天灭、圣人、太平。当两边的预言内容开始印证彼此时，我们仿佛看到了一种穿越文化的神秘力量，它在不同语言的预言中都指明了同一个方向。如今，许多西方预言研究者也开始研读中国的预言典籍，因为他们意识到，要解开未来的谜，也许中国的线索不可或缺。正是这种东西方预言的交汇，使得中国被推到了全球预言中心的位置。换句话说，全世界关注未来的人，如今无不在关注中国，期待从中找出印证预言的蛛丝马迹。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些缥缈难测的预言？2026年的大门已经打开，我们正走入那些预言描述的时间点。未来几年，也许正是验证预言真伪的关键期。倘若真的如预言所言，中国会发生惊天动地的变局，无论是战争、政权更替，还是精神复兴，那我们这一代人将亲历历史巨变，见证预言成真。到那时，回头看这些先知的话语，或许只剩下叹服与钦羡。原来一切早有迹可循。然而，如果这些预言终究只是传说，中国没有迎来剧烈风暴，而是继续在复杂的挑战中前行，那么这些故事也至少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更加珍惜和平稳定。预言的价值也正在于此，它让我们保持警醒，去思考如果最坏的结果可能发生，我们该怎么办，以及如果最好愿景能够实现，我们该如何努力。可以确定的是，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前所未有，一个中国的变数可能改变整个世界的方程。西方先知们再三提及中国，也让更多普通人开始重新审视这个东方大国在全球舞台的角色。我们或许正在走向一个历史关口，在那里中国将扮演决定性的主角。当命运之轮转动时，预言中的场景也许会一一展开。台海局势是否如预警般恶化？北京政坛会否出现意料之外的巨变？14亿人民将经历怎样的考验与蜕变？而这些又将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冲击和反思？让我们带着理性与谦卑，继续观察时局的演变，同时回想这些横跨数世纪的预言之声，也平添一份宏大的视角。我们终将迎来答案揭晓的那一天。也许届时回望，我们会说，原来如此，原来诺查丹马斯的龙真的燃烧了，原来凯西口中的中国觉醒真的到来了，
原来万家警告的战火真的燃起又熄灭了，原来帕克看见的自由新生真的破土而出了。又或者我们将庆幸地说，虚惊一场，预言终究只是预言，我们用智慧与努力避开了最坏的命运。在这未定的将来，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你我都是历史剧本的书写者。我们虽渺小，但正如那些先知的启示所暗示的，人类并非全然受命运摆布。预言的意义在于提醒与选择。当全球的目光都聚焦于中国，我们期待见证的不仅是预言的实现，更是人类共同谱写新篇章的契机。无论风暴将至还是云开日出，中国这片土地正承载着前所未有的期许与挑战。让我们拭目以待，历史的下一幕即将展开，而预言的回声也许就在耳畔回响。东方巨龙的命运将牵引世界的未来。全世界正被中东战火搞得天翻地覆，美国和以色列在2月28日联手发动了代号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一举斩首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荷姆兹海峡被封锁，油价飙到每桶$120以上，台股在3月9日暴跌近1500点，创下史上盘中第2大跌点。可就在所有人的目光都被中东战火吸引的时候，有一群美国通灵师却不约而同地把手指向了另一个方向。他们说，真正的大事不在中东，而在台湾周边的水域。更诡异的是，他们锁定了2个关键日期，一个在4月，一个在8月19日，说那将是爆炸性的时刻。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扒一扒，这些通灵师究竟看到了什么？他们的预言靠谱吗？而我们又该如何面对？首先，我们得认识一下这群通灵师是何方神圣。第一位是来自洛杉矶的程迪·赫文利，他可不是路边摆摊算命的江湖术士，而是美国最知名的灵媒之一，拥有神学和哲学咨商双博士学位，从业超过30年。他的客户包括好莱坞明星、前总统、幕僚，甚至各国元首和皇室成员。在著名的辛普森案审判期间，还被请去协助办案。他被收录在美国百大灵媒与占星师一书中，连续25年为美国国家询问报提供灵力加持，据称帮助读者赢得了超过$175,000,000的彩票和赌场奖金。更重要的是他的预测命中率，他曾经成功预测了川普2016年当选总统，预言了普京入侵乌克兰，准确预言了台湾赖清德当选总统，甚至连法国马克宏连任、菲律宾小马科斯当选、韩国尹锡悦上台都提前说中了。在2025年，他还精准预测了川普的中东和平协议以及限制伊朗核能力的行动。第二位是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吉尔·杰克逊，他自称是连接物质世界和灵界的大使，是连续2届的年度最佳灵媒得主，拥有数以千计的快乐客户。他在2025年底接受杰夫·马拉波克采访时，发布了他对2026年的预测。他说，有很多变化即将到来，有很多地球变化即将到来。我看到了陆地在移动，重要的是我们要做好准备。当时听起来有点含糊，但他随后具体指出了这些地震将发生在亚洲和美国西海岸。结果呢？2026年1月的第1周，全球就录得近100次规模 4.5 以上的地震，集中在太平洋火环带地区，其中菲律宾更出现了 6.4 级强震，日本、印度尼西亚、俄罗斯都被震得不轻。更惊人的是，他在2025年就精准预测了日本青森县会发生 7.6 级地震，结果12月果然震了。这位连地震发生的地区都能提前说中的灵媒，他对2026年后续的警告能不让人重视吗？第三位是英国的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被媒体封为新诺查丹马斯和末日先知。他在 YouTube 上拥有超过23万订阅者，做了30多年的预测。他曾提前预言女王伊丽莎白2世的驾崩、新冠疫情的爆发、川普2016年的当选、英国脱欧。而最近，他预言了美以联军将打击伊朗的核设施和领导层。结果2月28日，美军果然发动了精确打击，连哈米尼都在空袭中丧生了，这准确程度让人毛骨悚然。帕克从很早以前就开始谈论台湾问题，他说自己在频道创建之初就感觉到中国和台湾之间会爆发冲突。他还提到了一段奇妙的姻缘，中国近代革命先驱孙中山的家族成员曾经来找他的妻子简做通灵读取，这让他对中国和台湾的未来有了更深层的感应。
第4位是巴西的阿索斯·萨洛梅，自封为活着的诺查丹马斯。他成功预言了女王之死和新冠大流行。现在他警告2026年将出现涉及中国和俄罗斯等大国的全球性冲突，并且预测了可能发生大规模电磁脉冲攻击导致基础设施瘫痪的场景。第5位是被网友封为中国的诺查丹马斯的北京历史教师蒋学勤。他是耶鲁大学英语文学专业毕业，在北京的高中教授哲学和历史，同时运营一个叫做预测历史的 YouTube 频道，拥有近200万订阅者。他早在2024年5月就通过历史规律分析法预测了2件事，一是川普会重新当选，二是如果川普回归白宫，美国极有可能对伊朗开战。如今这2个预言全部精准应验，让他一夜之间在全球社交媒体上爆红。除了这5位主要人物之外，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是美国波士顿的直觉预言家珍妮·梅耶尔。他在自己的网站上维护着一个持续更新的世界灵媒预测页面，由他和一群通灵师团队共同贡献预测内容。在2026年的预测中，他的团队成员之一曾经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有什么东西在水中，并标注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另一位成员则预见了戴着头盔的男人们在打仗，女人也参与了这场战争，受害者是平民。他还感觉到美国是问题的一部分。这些零散的预见拼凑在一起，描绘出一幅令人不安的画面。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的3、4、5月份预测中，出现了家庭中的阳刚能量需要更多的阴柔药方，女性正在使用巫术般的魔法等描述。一些解读者认为这可能暗指台海局势中军事力量与外交智慧之间的博弈。还有成员看到了美国港口的货柜寥寥无几的景象，这与当前荷姆兹海峡封锁导致的全球供应链危机形成了诡异的对应。从地理位置来看，台湾的战略脆弱性是所有通灵师预测的共同背景。台湾是一座面积仅36000平方公里的岛屿，四面环海， 98% 的能源靠进口， 70% 以上的粮食也依赖进口。台湾海峡最窄处只有130公里，解放军的火箭军从福建沿海发射导弹到台北只需要几分钟。同时，台湾又是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绝对核心，台积电一家公司就生产了全球超过 60% 的先进晶片。这意味着台湾周边水域的任何风吹草动，无论是军事冲突还是自然灾害还是航运中断，都会在全球范围内引发连锁反应。正因如此，当多位通灵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台湾周边水域时，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好了，认识了这些人和背景之后，我们就来看看他们对台湾周边水域究竟说了什么具体的预测。先说程迪·赫文利，他在2026年初发布的年度预测中明确提到了以下几个关于台湾的重点。第一，中国的空军和海军将在台湾附近增加巡逻频率，持续测试台湾的防御能力，但在川普执政期间不太可能爆发全面冲突。注意，他说的是不太可能，而不是绝对不会，这个措辞本身就留了很大的余地。第二，严重的台风将侵袭台湾、菲律宾和中国东部，造成大范围的破坏，这意味着台湾周边水域将面临来自自然界的巨大挑战。第三，他提到川普和梅拉尼亚将在2026年4月访问中国，这次访问将在两国之间建立重要的联系，可能促成一份新的贸易协议。第四，尽管地缘政治紧张持续，台湾在川普的领导下将避免与中国的直接冲突，经济预计增长 2.68% 左右，但美国的关税政策将对台湾的扩张造成一定压力。4月，这个时间点非常关键，为什么？让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背景。目前美国正深陷美伊战争的泥潭之中，这场战争的烧钱速度堪称史无前例，光是开战首日，平均每小时就耗费新台币10亿元。美军动用了 F-35 隐形战机、B-2 逆踪轰炸机、双航母打击群，摧毁了上千个战略目标。但与此同时，精密武器的库存正在快速下降。有美国政府官员在与国会议员的闭门简报中已经讨论到美军精密武器库存可能因战事而减少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观察人士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假设：如果美军因为中东战事而分身乏术，习近平可能会看到一个对台采取行动的战略窗口，而4月恰恰就是一个极其微妙的时间点。
为什么？因为美伊战争可能还没完全结束，川普却要去访问中国。在外交场合上，台湾问题必然是双方谈判的核心议题之一。川普会不会为了达成某种交易而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让步？北京会不会趁这个机会提出更强硬的条件？这些都是4月份最大的悬念。然而有趣的是，目前的情况似乎又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反转。根据钜亨网引述《时代》杂志的深度分析，美伊战争短期内反而可能成为台湾的某种安全屏障。这个结论乍听之下很反直觉，但逻辑是这样的。美军在这场战争中展现出的压倒性军事能力，对北京产生了极为明显的威慑效果。你想想看，美军用了什么招式？一夜之间就精准斩首了伊朗的最高领导层，哈米尼本人在首轮空袭中丧生，包括国防部长、革命卫队总司令在内的40名伊朗高级官员全部阵亡。美军用钻地弹摧毁了纳坦兹和佛尔多的核设施，对伊朗西部数百个中长程导弹发射井进行了预防性打击，甚至连伊朗海军的巡防舰德纳号都被美军潜艇在印度洋击沉了。这种战力展示对任何一个潜在对手来说都是一个极其清晰的信号。澳洲国立大学的政治学者直接说了这样一段话：斩首式打击的阴影如今已被证明是一种更为现实的情境。中国的第一个反应将会是，这种事情也可能发生在这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国际关系教授也表示，中国势必会检讨其军备在伊朗与委内瑞拉的表现。我认为他们对美国展现的武力及其执行复杂行动的能力感到有些意外。更让北京尴尬的是，伊朗向中国购买的自杀式无人机和防空系统，在美军面前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而此前委内瑞拉采购的中国先进雷达与防空系统，也完全无法侦测到美军的隐形战机。如果这些武器已经投入使用却仍然无效，那对中国军工体系的声誉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中国的人民解放军近半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经历过大规模实战，而现在他们亲眼见证了美军如何在短短几天内就瓦解了一个中等军事强国的整个指挥体系。所以现在的局面是，一方面美军的军事资源正在被消耗，另一方面美军展现出的压倒性战力又在震慑北京。这两股相互矛盾的力量在4月份将形成一个极其微妙的平衡点。如果你是北京的决策者，你会怎么想？是趁美军分身乏术搞一波大的，还是被美军的战力吓得不敢轻举妄动？这就是4月份台湾周边水域最大的悬念。更值得注意的是思想坦克智库的最新分析，从美国发动史诗怒火行动后，中国军机扰台的数量居然出现了急剧下降。从2月28日到3月9日这段时间，只有一天出现了2架军机在台湾西南角飞过，其他天数全部是0架次。但到了3月10日，又突然来了5架次飞机，而且有飞越台海中线的举动。这种忽冷忽热的节奏本身就说明北京正在重新评估形势。中国持续维持平均5到7艘军舰在台湾周边站卫兵，像一只始终张开的大手，随时准备握紧。台湾周边水域的局势远比表面上看起来复杂得多，而且别忘了能源因素，这可能是整个棋局中最被低估却最致命的一环。中国每天需要进口大约1100万桶石油，其中约一半来自中东。荷姆兹海峡一出问题，中国每天就少了540万桶油的供应。伊朗在战前每天对外出口约160万桶石油，其中 90% 是输往中国的，主要通过马来西亚水域的影子船队进行转运。再加上之前已经从委内瑞拉断供的44万桶，合计每天短缺近600万桶。中国虽然有12亿桶的战略石油储备，大约能支撑80到100天，但如果战争拉长，效应就会非常显著。特别是现在伊朗已经把攻击目标从军事基地转向了海湾国家的炼油厂，以色列也把伊朗的油管和炼油设施列为打击目标。这意味着即便战争结束，海湾各国要恢复正常供油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目前在国际现货市场上疯狂抢购石油，成为油价持续飙升的重要推手。对台湾而言，能源危机的威胁同样严峻。台湾是一个几乎完全依赖能源进口的经济体，而且台湾约1/3的液化天然气也需要经过荷姆兹海峡运输。国际航运巨头马士基、地中海航运、中远海运已经暂停了前往波斯湾所有港口的订舱。
伦敦保险市场已经将整个波斯湾列为战争风险区，保费高到让行商根本无法承受。中油已经宣布调涨油价，加油站前大排长龙的场景成为了这个春天最深刻的记忆。一个正在为石油焦头烂额的北京，有多少精力去冒险动台湾，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但反过来想，如果北京判断美国的精力和资源已经被中东战争严重消耗，而且中国的石油困境反正已经很糟了，不会因为对台行动而变得更糟多少，那么是否反而会出现一种反正都是最坏情况不如放手一搏的危险心态呢？历史告诉我们，最危险的时刻往往不是一方强大而另一方弱小的时候，而是双方都处于脆弱和焦虑的状态下，误判和意外最容易发生。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关键时间点，8月19日。帕克在他的预测中提到，他引用了印度古老的纳迪占卜术的内容，暗示对台湾的攻击在2026年之前不太可能发生，但风险将在2027年前后显著上升。他还说，他感觉到将会有一场涉及台湾的重大全球性冲突，而这场冲突可能会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在最近的访谈中，他更是直言，我要重申我当时说的话，我感觉到会有某种大的全球冲突，可能涉及台湾。现在看来，可能是任何一种全球冲突。这听起来似乎把时间线推到了更远的未来，但请注意，他说的是重大冲突不太可能在2026年之前，这意味着2026年本身就已经进入了危险区间。而如果说4月是这个危险区间的前奏，那8月19日就可能是它的高潮。那为什么是8月19日呢？这里我们需要引入另一个维度的分析。先说帕克提到的那个极其神秘的资讯来源，印度的纳迪棕榈叶。这是一种据说已经存在了数千年的古老预言系统，传说由印度古代圣者阿加斯提亚用棕榈叶记录下了所有将会来到这个世界的灵魂的命运。帕克和他的妻子简曾经亲自前往印度接受纳迪棕榈叶读取，结果让他们大为震惊。棕榈叶上记载的内容告诉他，他将警告世界关于一团毒气云的事情。帕克后来把这个预言与日本和太平洋板块联系在一起，他感觉到日本将会发生某种巨大的地壳运动，其影响将波及整个太平洋板块，甚至改变世界的格局。如果日本附近的地壳活动引发了连锁反应，首当其冲的就是台湾和菲律宾周边的水域。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帕克在接受美国灵性节目采访时坦言，他所有的预测中最让他担心的并不是战争，而是自然灾害。他认为一场影响太平洋板块的大规模地壳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它不仅会影响日本，还会波及美国西海岸、台湾以及整个环太平洋地区。他甚至用了改变世界这个词来形容这场即将到来的地球变动。这与杰克逊预测的重大水事件和龙数量预知梦中的超级海啸场景形成了惊人的呼应。3位来自不同国家使用不同预言方法的灵媒，却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太平洋板块的剧烈活动将在不远的未来对台湾周边水域造成重大影响，而天文学的客观数据也为这些预言提供了某种间接的支撑。有研究指出，日月食期间地球潮汐力的变化确实可能对已经处于临界状态的断层产生微妙的触发效应。虽然这种触发机制在科学界仍有争议，但多项统计研究确实发现了大地震与天文潮汐周期之间存在某种相关性。通灵界和占星界的多位人士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2026年8月的日食和月食。在占星学的体系中，日月食被认为是触发重大地缘政治事件和自然灾害的强力催化剂。历史上很多重大事件都发生在石像窗口期间或前后。多位通灵师和占星师明确警告说，2026年8月的石像将带来极大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灵媒世界网站更是直接写道，8月的日食将带来巨大的波动。这种波动不仅可能体现在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上，更可能体现在地缘政治的突然变化和自然灾害的爆发上。而8月19日这个日期之所以被特别点名，是因为它恰好处在这个石像窗口的核心位置。更关键的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几股巨大的力量将同时汇聚在台湾周边。第一股力量是军事部署的重新洗牌。如果美伊战争如川普所承诺的那样在4到5月份基本结束，
美军将有大约3个月的时间来补充消耗的武器库存和重新部署兵力。到8月中旬，美军的印太战略部署将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期。在这个过渡期间，防御态势可能出现短暂的空档，而这恰恰就是通灵师们所说的最不设防的时刻。第二股力量是中国的能源复苏周期。中国的石油战略储备大约能支撑80到100天。如果荷姆兹海峡在3月中旬开始逐步恢复通航，中国大约需要到7、8月份才能完全恢复正常的能源供应，重新补满战略储备。一旦能源问题解决，北京在对台政策上的底气就会大幅增加。第三股力量是台风季节的高峰。台风通常在7、8月份进入最活跃的时期，台湾周边海域的气象条件将变得极为复杂。贺文丽就明确预测了严重的台风将侵袭台湾。如果一场超级台风在8月中旬袭击台湾，不仅会造成直接的破坏，还可能干扰军事监测和预警系统，为各种意外创造条件。第四股力量是地壳活动的持续累积。吉尔杰克逊明确警告说，亚洲地区将继续经历重大的地震活动和水事件。他特别点明了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以及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他在2025年底就精准预测了2026年初的地震潮。那么他关于接下来主要水事件的预测是否也会应验？要知道，台湾位于欧亚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的交界处，本身就是全球地震最活跃的地区之一。2024年4月3日，花莲才经历了7.2级大地震的浩劫，这种规模的地震释放的能量相当于32颗原子弹。更让人不安的是，还记得2025年7月那场俄罗斯勘察加半岛 8.8 级大地震吗？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资料，那场地震的震源深度只有约 19.3 公里，威力巨大。日本气象厅为此紧急发布了海啸警报，预警浪高恐达3米。而日本漫画家龙树亮的《预知梦》漫画《我所看见的未来》中描绘的场景，虽然他预言的7月5日那天没有完全应验，但那场俄罗斯大地震却让所有人重新想起了他的恐怖警告。他在漫画中画到的超级海啸场景，描绘的正是西太平洋海底突然裂开，高达40米的巨浪涌向日本、台湾、香港和菲律宾，甚至将这些地区的陆地连接在一起。地震专家们虽然强调这种预言缺乏科学依据，但他们同样指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南海海槽未来30年发生8到9级大地震的几率已经上升到了 80%。台湾前中央气象局地震预报主任郭凯文曾分析指出，该地区确实存在高风险。虽然他也指出花莲外海的大峭壁地形可以将海啸波弹回，民众不必过度恐慌，但防灾准备依然是必要的。印度神童阿南德也曾经在出席台湾举行的亚洲区块链高峰会时发出过类似的警告。他预言南海地区可能发生3大事件：一是爆发区域冲突，2是发生重大天灾，3是出现类似种族灭绝的悲剧。他指出土星和月球北交点的相会，象征着与水有关的区域将会发生天灾，最先出现问题的地方就是南海，可能会发生地震和海啸。那么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通灵师和预言家的预测放在一起，并叠加上目前的地缘政治现实，会看到什么样的图景？第一层是地缘政治的火药桶。台湾海峡本身就是全球最危险的军事对峙前线之一。南海地区有7个国家和地区存在领土争议，中国宣称拥有9段线内的广阔海域主权，而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汶莱、印度尼西亚都各有主张。诺查丹马斯在《诸世纪》第7卷第26节中写道，轻快帆船和大型划桨船围绕着7艘船，一场致命的战争将被释放。很多专家认为这段描述的就是南海的7国争端，加上美国坚持维护台湾实质独立的立场，这片水域简直就是一个湿漉漉的火药桶。第二层是自然灾害的暗流。太平洋火环带的地震活动持续活跃，南海海槽的压力持续累积。2025年下半年的勘察加大地震已经显示了板块活动的剧烈程度。如果一场大规模的海底地震在台湾周边发生，引发的海啸可能会影响整个西太平洋沿岸。第三层是能源安全的脆弱性。美伊战争已经让全球能源供应链受到重创，台湾 98% 的能源依赖进口，
荷姆兹海峡的封锁直接威胁到台湾的能源安全。国际航运巨头马士基、地中海航运、中远海运已经暂停了前往波斯湾所有港口的订舱。伦敦保险市场已经将整个波斯湾列为战争风险区。如果在台湾海峡同时出现军事紧张或者自然灾害，台湾面临的将是双重打击。第四层是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台股已经在3月9日经历了史诗级的暴跌，一天之内重挫近2000点。虽然随后在3月10日出现了强劲反弹，但这种剧烈的波动本身就说明市场神经高度紧绷。帕克甚至预测了人工智能泡沫将在春季破裂，加密货币可能暴跌 70%。如果4月或8月再出现重大地缘政治事件或自然灾害，金融市场的反应可能会更加剧烈。第五层是信息战和心理战的维度。帕克特别提到了网络攻击和基础设施瘫痪的风险。萨洛梅也预测了大规模电磁脉冲攻击可能导致电力中断。在现代战争中，网络攻击和信息战往往是军事行动的前奏。如果台湾周边水域真的要出大事，很可能在事件发生之前就会出现通信干扰、网络异常等前兆信号。现在让我们把视线拉到更宏观的历史脉络中。帕克在他的长期预测中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观点。他认为全球冲突的本质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从传统的陆地争夺转向了对水道和海洋资源的控制。谁控制了水路，谁就掌握了主导权。而美国正试图控制未来的货物流通渠道。如果我们把这个观点应用到当前的国际局势，就会发现一个清晰的逻辑链条。美国先控制了荷姆兹海峡这个能源咽喉，然后可能把目光转向台湾海峡这个贸易咽喉。全球约 50% 的货柜船和 88% 的最大型船舶都要经过台湾海峡，这条水道的战略价值绝不亚于荷姆兹海峡。帕克还预测了中国最终将经历重大的政治转型，他甚至用了中国的终结之始这样惊人的措辞。他预见中国可能分裂为多个民主区域，形成某种邦联制度。虽然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他提醒我们，在几年前，有谁能预料到委内瑞拉的马杜罗会一夜之间被逮捕？有谁能想到英国社会会在短短几年内面目全非？全球变化的速度正在不断加快。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一个500年前就已经写下的惊人预言。16世纪的法国预言家诺查丹马斯在他的预言诗集《诸世纪》第7卷第26节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轻快帆船和大型划桨船围绕着7艘船，一场致命的战争将被释放。这段话被很多专家解读为描述了一场涉及多国的海上冲突，而南海地区恰恰有7个国家和地区存在领土争议：中国、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汶莱和印度尼西亚。为了强化主权主张，中国在南海填海造陆建设军事设施，派遣大规模渔船队入侵邻国水域，而所有参与争端的国家都曾逮捕在自己的水域作业的他国渔民，加上美国坚决维护台湾独立的态度，这片水域简直就是一个湿漉漉的火药桶，随时可能被点燃。在第1卷第26节中，诺查丹马斯还写到了蜂群将会崛起，夜间设下伏击。有阴谋论者把蜂群和无人机战争联系在一起，因为蜂群的群体智能行为与现代无人机蜂群战术惊人的相似，而夜间伏击的描述则让人联想到突袭式的军事行动。美军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不就是在夜间发动的吗？如果将来台湾周边水域发生类似的夜间突袭行动，无人机蜂群很可能是主角之一。更值得关注的是2026年的占星学背景。占星师们一致认为2026年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年份。最重大的天文事件发生在2月20日，当天土星和海王星在白羊座0度交汇，这种合相每36年才发生一次，上一次是1989年，也就是柏林围墙倒塌的那一年。占星师们认为，每当这种合相发生在白羊座的重启点时，世界格局就会经历一次根本性的重组。而2026年8月的日月食又恰好处在这个大周期的关键节点上，为整个局势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爆发力。保加利亚的盲眼预言家龙婆也对2026年做出了极为悲观的预言。根据他的信徒对其笔记的解读，这一年可能会爆发一场毁灭性的大规模战争。
战火甚至可能导致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人口锐减。萨洛梅这位活着的诺查丹马斯也警告了可能出现涉及中国和俄罗斯的全球性冲突，以及大规模电磁脉冲攻击可能导致电力基础设施的瘫痪。秘鲁的萨满们更是在年初的传统占卜仪式中表达了对2026年的深切担忧，他们甚至对川普的健康状况发出了警告，说他可能在今年遭遇突发性的严重疾病，这将为美国政局投下巨大的变数。如果美国总统在关键时刻出现健康问题，对台湾安全保障的影响不言而喻。帕克引用了印度纳迪占卜术的内容，指出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他说，对台湾的攻击在2026年之前不太可能发生，但风险将在2027年前后显著上升。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2026年可能是暴风雨前的最后宁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暴风雨开始酝酿的阶段。4月份的川普访华和8月份的地缘政治重组，可能就是这场暴风雨的前兆。在这里，我们还不得不提到一个更加恐怖的可能性。蒋学勤这位中国的诺查丹马斯，他的分析方法与其他通灵师不同，他不是靠通灵感应，而是靠历史规律的分析。他在2024年就通过分析历史周期预测了美伊战争的爆发。现在他的最新分析引发了巨大的关注，很多人都在追问他对台海局势的看法。如果连一个历史学者都能通过规律分析预测到地缘政治的巨变，那么我们是不是更应该重视那些来自不同途径的一致性警告？当然，我必须在这里加一个非常重要的但书，预言就是预言，它们并不是科学事实，更不是必然会发生的未来。历史上有大量的预言被证明是彻底错误的，包括这些通灵师自己也有很多预测并未应验。帕克虽然预言了女王之死和新冠疫情，但他也做过很多落空的预测。贺文丽虽然说中了很多政治事件，但他2022年就预测中国会对台湾动手，结果什么也没发生。龙婆预言2025年是世界末日的开始，但截至目前人类依然好好活着。龙树亮预言的2025年7月5日超级大地震也没有按照他描述的方式发生。阿南德的很多预言同样存在时间偏差和内容模糊的问题。事实上，这些预言之所以看起来准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确认偏误的心理效应。人们倾向于记住那些命中的预测，而忽略大量落空的预测。同时，很多预言的措辞故意模糊，留有很大的解读空间，让人们在事后可以对号入座。但是，有一件事我们不能忽视，这些通灵师的预测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往往是因为他们与现实世界的走向有着某种奇妙的呼应。美伊战争的爆发确实让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台湾周边水域的安全环境确实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确定。地震活动的频繁确实让太平洋板块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而中国的能源困境和军事态势的重新评估也确实在影响着台海局势的走向。所以与其纠结于预言是否会准确应验，不如把它当作一个警钟，一个提醒我们关注风险、做好准备的警钟。那么具体来说，如果台湾周边水域真的要出大事，最可能的场景是什么呢？我们根据各方通灵师的预测和当前的地缘政治现实，整理出了几种可能的情境。情境一是灰色地带冲突升级，这是最可能也是最隐蔽的场景。中国不发动全面战争，而是通过持续增加军机军舰在台湾周边的巡逻频率，不断压缩台湾的防御空间，偶尔越过台海中线，偶尔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深处，偶尔对台湾周边的国际航道进行军事演习。这种温水煮青蛙的策略不会触发美国的直接军事介入，但会持续消耗台湾的军事资源和社会心理承受力。贺文丽预测的增加巡逻频率测试防御，正是这种场景。情境二是天灾人祸叠加，一场超级台风或大规模地震袭击台湾的同时，中国趁机加大军事施压，甚至以人道救援为名义向台湾周边水域派遣军事力量。这种场景听起来像电影情节，但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自然灾害往往是军事冒险的绝佳掩护。杰克逊预测的重大水事件如果与地缘政治危机同时发生，后果将难以想象。情境三是代理人冲突，不是中国直接对台湾动手，而是在南海的其他争端水域爆发冲突。
比如菲律宾和中国在仁爱暗沙的对峙升级，或者越南和中国在西沙群岛附近发生海上摩擦。这些代理人冲突会间接影响台湾的安全环境，因为一旦南海局势恶化，台湾海峡的紧张程度也会随之上升。帕克预测的南海紧张局势和中国的终结之始，可能就是指这类连锁反应。情境4是黑天鹅事件，也就是完全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突发状况，可能是一次网络攻击瘫痪了台湾的电力或通信系统，可能是一次海底火山喷发改变了台湾周边的海洋环境，也可能是某个国家的领导人做出了一个谁都没想到的决定。萨洛梅预测的电磁脉冲攻击和秘鲁萨满对川普健康的担忧，都可能成为触发黑天鹅事件的因素。不管最终出现的是哪种情境，有一点是确定的，2026年的台湾周边水域注定不会平静。地震专家早就呼吁了，面对各种预言，民众应该把重点放在强化防灾意识和实际准备上，而非过度依赖预知带来的警示。准备好紧急避难包，了解住家附近的疏散路线，关注政府发布的预警信息，确保手机的灾难警报功能开启，知道最近的避难所在哪里，这些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对于金融市场的投资者来说，适度分散风险，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也是面对不确定性的基本智慧。最后，让我们回到一个更深层的思考，为什么人类如此着迷于预言？也许是因为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都渴望找到某种确定的答案。美伊战争让我们见识了国际局势可以在一夜之间天翻地覆。2月27日你还在安心看盘，2月28日战争就爆发了，3月8日你以为市场已经稳住了，3月9日台股就暴跌近2000点，掼破32000点大关。我们以为遥远的战争跟自己无关，结果油价飙升，中油连续调涨，物价跟着水涨船高，加油站前大排长龙的画面成了每周的固定节目。在这样的世界里，通灵师的预言至少给了人们一种提前知道的幻觉，让我们觉得自己不是完全被动的棋子。有意思的是，你有没有发现，人类对预言的痴迷本身就形成了一种奇妙的自我实现效应。当数以百万计的人都在关注某个预言日期的时候，那个日期本身就获得了一种特殊的能量。金融市场上有一个著名的概念叫做自我实现的预言。当足够多的交易者相信某个价格会跌到某个水平时，他们的抛售行为本身就会把价格推到那个水平。同样的道理，当足够多的人相信4月或8月19日会出大事的时候，各方势力的紧张和防备行为本身就可能改变事态的走向。这既可能让危险升级，也可能因为各方都更加谨慎而反过来避免了灾难。这就是预言最诡异的地方，它在被观察的同时，也在影响着被观察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通灵师们的真正价值也许不在于他们的预测有多准确，而在于他们唤起了公众对风险的关注。当吉尔杰克逊说做好准备的时候，不管地震是否会如期发生，那些因此准备了急救包和撤离计划的人都不会白费功夫。当贺文丽警告台风将侵袭台湾的时候，不管台风最终是否真的来了，提前加固房屋和储备物资的人都在保护自己。也许这就是预言在人类文明中存在了数千年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它真的能预见未来，而是因为它提醒我们对未来保持敬畏。但真相是，没有人能准确预见未来，通灵师不能，科学家不能，政治分析家不能，甚至连最先进的人工智能也不能。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警觉，做好准备，然后继续过好每一天的生活。因为不管4月会发生什么，不管8月19日是不是真的是爆炸性日期，太阳依旧会升起，生活依旧会继续。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个时代的人都以为自己活在最危险的时刻，但人类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自己的韧性和适应能力。我们经历过2020年的新冠大流行，经历过2022年的俄乌战争，经历过2024年的花莲大地震，现在又面对2026年的美伊战争和全球格局重组。每一次我们都觉得天要塌了，但每一次我们都挺了过来。所以在那之前，保持冷静，关注动态，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因为比起任何预言，活在当下才是最真实也最重要的事情。